请进。张老师是吧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张老师是吧？嗯。你是这几个学生的班主任。对。那你应该很了解他们的兴趣。他们平时都喜欢什么？也无非就是上网、听音乐、看 DVD 什么的。你要说现在这孩子，什么都喜欢，他就是不喜欢念书。我记得杨志好像挺喜欢军事的。我上课的时候还没收过他一本《世界军事杂志》，他好像还喜欢上网。有一次我到他宿舍催作业，他同学就说，估计啊又到机房去了，看来是经常上机房。他平时表现怎么样？平常挺蔫儿的，不是特别闹腾的学生。那关于525这个数字，你能想到什么呢？或者想起哪个学生？没什么印象。好了，谢谢你，占用了你不少时间。如果还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可能还会麻烦你。希望你能为我们这次谈话保密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怎么办？看来我们要把这几个学生叫过来，挨个谈了。哎，你们刚才说525，我刚想起来，杨志的宿舍就在525。别紧张，我们只想和你聊一聊。聊什么呀？听说你喜欢军事？还行。我也喜欢。你最喜欢什么？是战略战术、部队配置，还是武器装备？都喜欢。今年上大2了吧？学习还忙吗？还成，不太忙。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可以上网的。看这个名字。听说你很喜欢军事，这篇文章在你们学校的网站上登了10天了，难道你没看？啊，最近还能上网。杨志，你要是这样回答，可是太有聪明了。你如果说你看过，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，那还可信一点。可是这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你这些天进出机房的时间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去机房了，可我没上网。好了，别紧张，擦擦汗。你看，我们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就开始唏嘘了。你如果真的没看过这篇文章，不知道它里面写的什么，那你紧张干嘛？大半夜突然来仨人，大半夜的找我出来问话，这真是，我能不紧张吗？大半夜叫你来，只能说明情况紧急，并不能证明我们认为你有什么问题。杨志，告诉我，这篇文章是不是你登到你们学校网站的军事天地里的？你知道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多大的危害吗？这篇文章的内容属于绝密，无论它的描写有多少真实性，它都在告诉别人，我们国家正在研究一种先进的武器系统。这对于你可能是好玩，可是你的一个无心之失，却给了其他国家一个信号和口实。有真实绝密，那他登出来让我们看干嘛？就是说你在网上看到过这篇文章？这正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我们需要通过网上传递的一个一个环节，来抓出它泄密的源头。你不是第一个环节，我们相信你应该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如果你告诉我们，你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了这篇文章，
我们不会追究你任何责任。但是要确定这一点，需要你的配合。怎么配合啊？你的网名是 Netman525，永时用这个名。16日那天上午9时12分22秒，你是不是用 Netman525把这篇文章登在了你们学校军事网站上？对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？你是从谁那得到这个消息？你自己写的？这不是我写的，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。当时觉得特有意思，就把它复制到我的信箱里来了。过了2天，才贴到我们网上的。来，打开你的邮件。把你摘下来。记不太清楚了。平时我常去汤姆网和前沿军事网。有吗？这两个网站我都筛选过，没发现这篇文章。你再回忆一下，还有哪个网站？你在网上一边搜一边想，你平常都用哪些连接，还有哪些渠道，你都试一下。爸爸今天晚上不能回这儿吃晚饭了，你跟妈妈先吃好吗？要多吃一点啊。什么？算术考了100分啊？语文也考了100分，真棒！那这样，周六啊，周六啊，你们特别快乐，好吗？爸爸现在工作忙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就是他。埃利亚堂代号变色龙仪容专家，来，把他图像资料给我荡起来，快！就是这个网。长平娱乐网站。你肯定吗，杨志？这上面并没有那篇文章啊。我肯定，那天就是从这儿摘下来的。大概是日子久了，文章被版主拿掉了吧。我平时很少上这个网，那天是打游戏偶然进来的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文章的作者叫漂洋过海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网站我们也查过。好点了吗？刚才
才真对不起。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不开那么快。不怨你。晚上我没吃东西，胃里还空着呢。哦，要不然我们去餐厅吃点东西吧。你不是赶着要回去抓漂洋过海的吗？宝慧，你不用那么自责。这件事儿并不是你的疏忽。怎么不是我的疏忽？我们都查了好几天了，明明就在陈玉山的网址上。我要是早发现了，我们就不用兜这么大圈子了。但是他可能在我们找到这个网址之前就被删掉了。我要是早发现的话，即使他把网址删除了，我也可以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的。唉，真笨。好了，别再孩子气了。有你在这埋怨自己的功夫，咱们还不如赶紧上路，把那个漂洋过海揪出来。走啊！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这个男人目前的身份还不明确，暂定为1号目标。他入境携带着的高指向性天线，与情报搜集一组装后，能够获取指向范围内的所有无线信号。但是他收到情报后，如何传递出去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在演习之前和演习期间这段时间，必须对他严密控制。监控工作呢，由莫言、小贾负责。监控小组的同志们负责配合。2号目标艾利亚唐，是我们已经掌握资料的一名 AJ 情报局的职业间谍，常用代号变色龙。由于他非同寻常的化妆技巧，在各种任务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，变化多端。他的监控工作由李月、小孙负责，监控小组全方位协助。3号、4号目标以日本旅游者的身份一起入境，这几天一直在一起活动，估计在未来几天内他们会共同行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他们携带入境的高度精密观测仪被摄入仪器的所有数据，将来都有可能被分析和判断出 K2 系统的综合威力和功效，所以必须杜绝他们将情报传递出去的一切途径。监控工作由吴明负责，王辉协助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分头行动。好，怎么着？又要处分是吧？我是应该受处分。哪来那么多处分？吴明跟我说了，你没责任。可是，王辉，咱们是侦查员，也不是先知，更没有预测能力。这事儿你没责任，啊！哎，对了，漂洋过海的踪迹查到没有？我一回来就立刻对他进行追查，可是他好像只在长平娱乐在线上登过一篇文章，在 BBS 里没有他的其他记录。我还向其他网虫了解了他的情况，他们说他经常出现在游戏频道里。我打算24小时监控伺服器，只要他一出现，我就现场追击他的 IP 地址。办法是还不错，但是现在任务比较重。这样，你把监控工作交给技术处，主要精力还是放在3号、4号目标监控上。别呀，涛，我一定要亲手抓住那个漂洋过海。心情呢，非常可以让人理解，我也不会让你中途退场。漂洋过海的事情你要负责到底，记住，技术处只负责监控，所有消息在你这儿综合。我不听过程，只要结果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3天以后我见不到在办公桌上漂洋过海的资料，处分。是，完成本真任务。
喝，我没打算多待。不好意思啊。好。有话就快说吧。洋洋，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？特意约到外面来，就是为了不让妈知道呗。可是跟你说姐，我对你要说的话，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兴趣听。没兴趣听，那你何必要来呢？洋洋，我能理解，你知道这件事这么长时间，却从来都没有问过，这说明这件事儿在你心里有多么重要。你能想象才怪呢。长这么大，忽然发现你天天喊的爸妈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种滋味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算了吧。什么叫一点关系都没有？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20年，这叫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你是不是从知道那件事的那天起，就不再把我和妈妈当作是你的亲人了？难道这么多年来，你都是在对我们很漠然的生活的吗？得了，今天你叫我过来就是为联络革命情感的吧？我没工夫听。扶摇。好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。我妈，我亲妈，她是什么人？她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。知道就快告诉我。她叫玛丽娜。这些我都知道。我爸死了，我妈就改嫁了，我被吴有刚抱了回来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我要听的是在信里没写的事儿，这些你应该都查过了。什么吴有刚？他是我们的爸爸。他是你爸。吴阳，要不是当时爸爸把你抱回来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在东南亚的什么鬼地方呢。你往下说呀！我就是在东南亚的一个什么鬼地方出生的，是吧？我亲生爸妈也和这个鬼地方一样，见不得人，是吧？所以你们这么多年来，一边从骨子里看不起我，一边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是吧？你的亲生父亲和我们的爸爸一样，都是国家安全人员，是英雄，是烈士。唯一不一样的是他在国外工作。20年前，他在和爸爸一块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。他牺牲的时候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爸爸能把你抱回国，把你抚养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。他叫什么？蔡振国。那我妈呢？她不会也是国安，也是烈士吧？他应该还活着吧？活着，我爸为什么把我送来？也许是因为你的妈妈，她不是一个好母亲。什么意思啊？她是当地人，
蔡叔叔在驻守东南亚的时候和他结的婚。他在你出生没多久，就离开了蔡叔叔，也离开了你。为什么？他一直都没有任何消息。蔡叔叔受伤的时候，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直到7年前，他才来过一封信，就是你在衣柜抽屉里找到的那封。这是我们得到他的唯一消息。后来我和妈妈商量，和他回过一封信，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你后来不是调查过吗？是，我是调查过，可是没有找到他现在的下落，只查到他的过去。查到什么说呀？你快告诉我！那我妈呢？她是他唯一没生你。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不相信！你骗我！你们都在骗我！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你们的话。还在那边呢，在哪里？你怎么着？这要是把人别了，咱俩可吃不了兜着。你家里的事情是不是没有解决？啊？我没事。这样，跟头说一下，你在家里休息几天。我没事儿。他们去哪儿了？街上，往广场方向走了。先等会儿，等他们走远点儿。笑什么？沙宣。什么？沙宣啊，咱俩用的一个牌子。
想什么呢你？南京地区参加演习的部队将在5天后从东面进入长平市，主要集结地区东校场。海军方面参加演习的舰船已经基本到位，只差东海舰队洞九5号舰。南昌方面和昆明方面的空军部队将在演习前2个小时从内陆直接起飞，直接参与实战。指挥部将设在距离陆地220海里左右的岛上，琼里岛、凤凰岛、陈家屿3岛天然条件各有1例，战事还没有确定到底设在哪里。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。很好，老哥，你那方面情况怎么样？秋风啊，你说说吧。各位首长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，AJ 情报局呢已经派出一个特别行动组，他们的行动已经基本上在我们的控制之中。一旦发现或掌握他们威胁演习安全的确实证据，马上可以实施抓捕。另外，根据调查 ，K2的泄密工作没有进一步扩大，网上的泄密者呢依然也在调查之中，但是基本形势也已经控制住。当然，彻底杜绝泄密工作，还要揪出源头，也就是我们内定的这个未知的 X 先生。但是近一段日子呢，这个 X 先生没有什么活动。根据我们手上排查的结果，还无法确定目标，这方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对于敌人的全部行动计划，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谱了？不能说全部，对正在监控的几个目标，在敌方的这次行动当中的功能，我们有了初步的判断。但是现在还缺少一个环节，就是敌方的情报输出渠道。如果能够尽早的突破这一点，那么相信，那么整个的局面将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大家都明白，这次实战演习的成败，关系到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军威和国威，我们绝不允许有人破坏。为了保障这一点，我们的安全部门和我们部队的指挥部门一定要密切合作。雷参谋、邱处长，你们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沟通，一定要保证这次演习的安全顺利。你们的合作至关重大，请首长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制定出万无一失的安全计划。你刚才讲话是不是忽视一个环节啊？陈玉山，你认为陈玉山就是西门这次行动的输出渠道，对不对？对。陈玉山从这个死信箱中取走的应该是卫星电话和网络发报机。他这次入境扮演的角色应该是通讯员的角色。那么陈玉山为什么没有行动？是因为他们整个的部署还没有展开，也就是说各方面的角色都没有到位。即使陈玉山取走了这个设备，也没有什么用。有道理。看来把陈玉山早点控制起来是对的，这样切断他们的联系，就等于掐住了西门的脖子。师傅，我有个担心。什么？陈玉山一拿到设备就被捕，我相信西摩尔也会怀疑陈玉山。一旦西摩尔对陈玉山彻底产生了怀疑，那么可能就会启用新的这种信息情报渠道。这倒是不可以不防啊！没想到这个陈玉山嘴还挺硬的，哎，得加快突破的啊！师傅，对陈玉山呢，我有个新的方案。说。但是您得帮忙啊！什么呀？这个人，您批给我。有必要把他调出来？我想来想去呢，这个人应该是对陈玉山最具说服力。行，我批。晚上您家吃什么？哼，你就知道吃。我走了啊。这个看。好。好，3号4号目标已经回宾馆了，图明在那里守着。我回来查一下平安馆的情况。
他们有什么动静吗？他们在海边转了一整天，除了在海边观察了一下地形，没有别的行动。行，忙吧。嘿，涛，那个怎么了？有困难就说，两边忙不过来了，是吧？啊，不是我的困难，是无名。无名？怎么了？这两天如果人手能调得过来，能不能放他2天假？为什么？他家里好像出来了什么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他总是一个人愣神儿。是不是你们监控出问题了？啊，没出问题。说实话。真没有。知道了。那。班。大叔的好。娘娘，乖不乖？乖。我想跟你谈谈。亮亮，你自己回家啊。知道了。待会儿呢，一回家顺便洗手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。叔叔妈妈再见。再见。高阿姨跟我说过了，李丹，我觉得挺突然的，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。我们都明白，做朋友不是说吃几顿饭、见几次面就可以了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可你为什么把自己包那么紧呢？你对我还不太了解。那是因为我们相处时间不够长。不是，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，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根本就觉得不对。感觉不对，我们可以慢慢谈。真的，我们不合适。林帆，你知道吗？每次见到你，我都觉得很高兴、很开心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机组同事都说我最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别把自己包得太紧了。高阿姨跟我说过了，你刚离婚不久，需要时间来适应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我们慢慢适应。对不起，我晚上还值夜班，还得送妞妞上钢琴课，我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你去上班，我来送妞妞。再和他谈谈，我想吴阳呢也会想通的。我都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。你没看到，他看着我和我妈的眼神，越来越像陌生人了。以前那个睁着大眼睛，拉着我的手，问我要这要那的弟弟，在吴阳身上再也看不见了。回去劝劝阿姨，别太伤心了啊！任何人了解到自己的身世，都不可能平静的接受。吴阳呢，也的确需要一段时间，是吧？谢谢。本来我不想因为这些事儿来烦你的。我知道案子的事儿已经够麻烦你了。别跟我客气，需要请假跟我说一声。啊不，我不会因为家务事儿而影响到工作的。
我先下去了。吴明，能不能帮我给云帆打个电话？什么事儿？这周末我能腾出功夫接妞妞吃饭，想告诉她一声。樊姐还在因为上次小孙跟踪的事儿生你气呢。她不接我电话。哎，怎么样？他说你了吗？我真的不是有意打小报告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着，说着说着就……行了，我没碍皮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说头也没那么冷血嘛。请你帮我个忙好吗？什么？你说呀，有事你尽管说。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，行吗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吴明。哎，吴明，我不是关心你吗？周科长，您找我呀？哎，白大叔啊，一会儿啊，你把那个保卫科办公室10的时候找一找。哎，啊，好。周科长。哎，你来了。哎，吴阳在吗？他呀，早该来接晚班了，可到现在连人影也不见。哎，小吴，你这个弟弟不是我说他，太不像话了。你看你多好，他如果能有你1/10能干，我就不后悔把他调进来。你要找他，你在这等会儿吧，我先走了啊。谢谢你。哎。咱俩的饭约一直定不下来，只好抽空来看看你了。还记得呢。对了，头交给我一个任务，他说他想妞妞了，想周末接妞妞吃顿饭。啊，让他来接吧，我也没意见。樊姐，头跟我说，你最近老是不接他电话，所以只好让我当这个信使了，你别介意啊。他这个人吧，我知道他也很难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都离了婚了，还是没法不生他的气。哎，我刚好有点时间，咱们俩一起喝点东西。好啊。羡慕我？你还记得我和他结婚的当天夜里，他就回到了案子上。啊，对，那一次是我们一起监督一个嫌疑犯。那天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不是他身边的那个搭档？
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，还没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。无名，有句话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吧。好好照顾他。无名，我都知道，而且我从心里边佩服你，佩服你的耐心，整整6年，你都默默地守在他身边。真的，你很适合他。樊姐。